江阴这2个字在地理上不过是长江的一个收口，但在1937年，它是一道生死符，卡在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喉咙里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华民国海军史上最悲壮、最极致，也最令人无奈的江阴保卫战。去看看为什么那群穿着洁白海军服的儒雅军官，为什么还没跟敌人正式照面，就先把自己几乎所有的家底全给沉入江底。看看他们是如何在绝境中打出了让德国顾问都看傻眼的海空大战。故事要从一个叫黄俊的人说起，他是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机要秘书，平日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实则是个彻头彻尾的国贼。当时海军部长陈绍宽布下了一个瓮中捉鳖的狠招，其计划在长江江阴段迅速封江，把长江中有9江。武汉一带的70多艘日舰全部包饺子。如果这个计划成功，日军长江舰队将成为民国海军的战利品，而这战功足以改写抗战初期的海战史。可谁能想到，黄俊居然为了日谍给的那几根金条，把这封江计划漏得干干净净。8月7日夜里，长江江面上一片反常，原本停靠在武汉长沙的日舰疯了一样顺流而下，在封锁线合拢前溜得无影无踪。陈绍宽得到消息时，日舰已经跑到了下游，只给他留下了1江冷水。这几根金条不仅买断了黄俊的良心，更断送了中国海军唯一一次翻盘的机会。长江本可以成为日军的集体公墓，但因为这场背叛，它变成了中国海军的碎骨机。可能有人会问我，国军海军当时真的那么差吗？我给你报组数据吧。当时日本有4艘航母，10艘万吨级战列舰，我们呢，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平海号仅有3000吨，还是跟日本人定招的。这感觉就像你跟隔壁老王签合同买把刀，结果合同还没履行完，老王拎着剩下的半截刀片就来砍你了。当然你千万别小看当时国军海军的觉悟，既然关门打狗不成，那就只能把门焊死。8月11日，海军部长陈绍宽亲率平海、宁海号直抵江阴，因为他接到了委员长最冷酷的命令，沉船封江。8月12日，江阴江面响起了凄厉的汽笛声，首批制成的8艘军舰和20多艘商船已经就位，其中有一艘舰叫通济号，它是陈绍宽的母舰，是他从水师学堂毕业后的第1个岗位，他在上面当了3年舰长。看着通济号缓缓没入江水，陈绍宽就站在旗舰上，像石像一样一动不动。而有些船家原本以为只是送石头的任务，结果一声炮响，赖以为生的木船也沉了。那天长江两岸嚎哭之声震动天地。或许有人会问，这样的决策是不是太消极了？这不是自残吗？各位，你们看看地图就明白了。江阴防线是长江上的马奇诺，它拦住的不是日舰，而是中国工业的命根子搬迁的生命线。146家工厂，1.5万吨设备，2500名工人正坐着船从上海往重庆搬。如果江阴被冲破，日本海军几天内就能杀到武汉，中国的抗战本钱就全没了。那些国军海军官兵心里则明白，船沉了，他们就没了退路。他们在剩下的平海、宁海号上把主炮插得发亮，甚至有人在遗书里写道：“身为海军人，死作于腹脏。”所以这样的决策并不消极，这是用钢铁的脊梁给国家换取活下去的时间。但沉船只是序幕，日本海军不会看着这道障碍发呆，他们派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兵集群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彻底抹除中国海军。加贺号航母上的飞机起飞了，目标直指江阴。在那样一个连制空权都没有的年代，这2艘姊妹舰能撑多久？如果说自沉是悲剧，那9月22日的江阴海空大战就是一场极致的暴力美学。日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真的怒了，他没想到这道由沉船组成的鱼骨头竟然卡了他1个多月。他下令加贺号航母起飞42架飞机，再加上陆基航空队，一共上百架，全压向江阴，目标只有一个：击沉旗舰平海。老哥，我查过资料，那天的天气阴沉，长江上起了薄雾。上午10点20分，刺耳的防空警报划破了江面的宁静。平海和宁海这2艘姊妹舰并肩排开，
你们看过那种被无数水柱包围的画面吗？日军的92式舰攻和94式轰炸机像苍蝇一样俯冲下来，海军官兵手里的德造马克沁重机枪打得管子发红，枪炮官周兆发左肩被弹片贯穿，血把白色的海军服染得通红，他没吭声，右手死死扣住扳机，直到看到一架敌机拖着黑烟栽进长江，那是中国海军史上第一架被舰炮击落的飞机，全舰在欢呼。但长谷川清冷笑一声，这才刚刚开始，日军竟然在江河里使用了深水炸弹，这是拿打潜艇的力气在打巡洋舰，江面上的水柱像树林一样茂密，震动波把士兵的内脏都快震碎了。平海号中弹，甲板起火，舰身开始倾斜。司令陈继良中将，那是个硬汉，他下令司令旗绝不能降，只要旗帜在，江阴防线就没丢。6个小时的激战，平海号击落敌机多架，自己也遍体鳞伤。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在岸上拿着望远镜，手都在抖。他说：“这是我在一战之后见过最惨烈、最不对等的战斗。”到了第二天，9月23日，日军变本加厉，58架飞机轮番轰炸，宁海号撑不住了。25枚大炸弹在他周围爆炸，舰身倾斜30度。舰长陈洪泰腿骨被炸断，他把自己绑在指挥台上，下令抢滩拆炮。既然船保不住了，那就把炮拆下来搬到岸上去。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细节。国军海军的陆战魂，当平海、宁海相继搁浅沉没。那些没了船的水兵，竟然在泥泞里推着几吨重的舰炮往山上爬。他们把海巡舰的副炮、高射炮硬生生地安在了巫山、萧山的炮台上。这在世界海军史上都是奇观。一群穿着水手服的汉子在陆地上等着日本坦克。日本海军以为击中了中国主力舰就能长驱直入，结果当他们试探性的靠近封锁线时，岸上的海军炮发言了，一炮过去，日舰连号起火逃窜。日本人懵了，这帮中国海军难道是属猫的，有9条命？但这股气能顶多久？路上的日军已经迂回到了侧翼，江阴正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。大家注意，江阴保卫战不只是海上的仗，陆上的肉搏丝毫不逊色于海上的炮战。驻守江阴陆上防线的是国军第112师和103师。这112师是什么来头？那是张学良带出来的东北军嫡系。霍守义师长和这群汉子，那是带着家仇国恨来的。这次在江阴，说什么也要死磕到底。11月下旬，日军第13师团疯狂进攻江阴南翼的花山。要知道，日军第13师团是日军中最凶残的部队之一，配备了大量的坦克和重型火炮。其在进攻花山时，动用了战车和飞机配合，火力压制的人头都抬不起来。而东北军装备差，连像样的反战车炮都没有。但东北军的汉子们玩了一招狠的。查到的资料显示，他们在花山前沿挖了一道宽阔的离谱的反战车壕。日军坦克开进来后，因为坡度太陡，履带空转，卡在里面动弹不得。这时候112师的敢死队就会冲出来，他们每个人身上绑着9枚一捆的集束手榴弹，在拉响引信后钻到坦克肚子下面。这哪是打仗，这是在玩命。据悉，仅在定山、云亭一带，他们就击毁了7辆日军战车。而花山的战斗打了5天5夜，最激烈的时候，两边都在拼刺刀。营长倒下了，连长上。连长倒下了，文书伙夫全拿着大刀片子往上冲。宋营长在殉国前下令吹响了最后的冲锋号。112师一个全营120多名官兵，最后全部战死在花山的泥土里，没有一个当逃兵。正是这股风劲，让日军司令官柳川平助都感到头疼。他甚至下令，江阴之敌太顽强，不必急着攻占，封锁即可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我们打疼了日本人的骄傲。这场路上的死磕，给海军拆卸火炮、布设水雷争取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。如果不是这些陆军兄弟在山上拿命挡着，日军早就从背后把江阴要塞给抄了。有人说，江阴最后还是丢了，这仗打得值吗？我告诉你，太值了。因为江阴背后就是南京，就是通往大后方的最后通道。这3个月是上海工业命脉撤退的黄金期。如果江阴早丢半个月，淞沪前撤下来的70万大军就会被日军拦腰截断。如果江阴早丢1个月，
那些运往重庆的机器设备全得落入敌手。可以说，江阴这帮爷们是用自己的命给中国的抗战续了命。在这期间，海军在岸上的炮台也没闲着，许康司令指挥着那些从沉船上拆下来的重炮跟日军的野战炮群对射，甚至发生过海军用观测气球来修正弹着点，一炮端了日军炮兵阵地的精彩戏码。但是战争的残酷在于，英雄的热血往往换不回完美的结局。当日军第11战队再次逼近江阴封锁线时，守军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。这道耗尽了民国海军几乎所有家底的防线，最后是怎么谢幕的？11月30日，霍守义师长在君山前线重伤，部队伤亡过半。南京卫戍司令部传来命令撤退，这撤退比进攻还要痛苦。海军官兵看着那些相处了几个月的岸炮，那是他们从沉船里捞出来的战友。为了不让火炮落入敌手，他们往炮管里灌硫酸、塞泥土，甚至最后含泪引爆炸药。12月1日，日军冲进江阴县城，但他们看到的不是一座投降的城市，而是一片瓦砾，以及那道依然死死卡在江心的由中国海军脊梁组成的封锁线。日军为了清理江面，派了1000多人，整整挖了7天7夜。这7天7夜，又是多少中国百姓撤往后方的黄金时间？讲到这，我忍不住想问大家：如果换作是你，明知船会沉，明知炮会毁，你还会站在那个位置吗？别着急回答，我们来聊聊江阴战役的背后意义。大家，我们不能光看悲壮，得看门道。江阴保卫战是中华民国海军在抗战中规模最大、牺牲最惨烈的一仗。它在战略上粉碎了日军沿长江西进的如意算盘，它在体系上暴露了我们海空协同为零、情报泄露严重的软肋。甚至有人评价沉船封江是笨办法，代价太昂贵。但我想说，在1937年，那是我们唯一能拿出的死办法。那时的海军部长陈绍宽后来在日记里写道，在陆上战场，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；在海上战场，人人要有鱼腹葬身之志。这不是口号，这是那一代国军海军官兵的集体宿命。那些没了船的海军后来去了哪儿？有的去了陆军炮兵团，在武汉、在长沙继续操练着老本行；有的参加了电雷学校的水雷队，在长江暗处像鬼魂一样盯着日舰。12月8日，当江阴要塞最后的爆破声渐渐远去，日军一艘扫雷舰雄鸡丸在试图突破封锁线时触雷沉没，那是中国海军在江阴留给侵略者最后的礼物。这场仗，我们丢了几乎所有的家底，甚至丢了海军的番号，但我们守住了民族的气节，守住了后方的工业火种。今天你再去江阴大兴港看，江水依旧滚烫。50年前，那些沉船被陆续打捞出水，有的钢板被融化，重新铸成了建设家园的钢材。但那份破釜沉舟的海军魂，应该被装进每一台前进的马达里。看完这段历史，你觉得这种自毁式的防御值不值得？或者说，在那样一个贫弱的年代，中国海军还有第二种选择吗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探讨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之后再见。去聊聊那场同样悲壮的南京保卫战。